眼看着美国政府那帮人停摆都快1个月了吧，这不咱这边还没啥感觉呢，有人先撑不住了。谁呀？一个臭名昭著的老熟人，自由亚洲电台。这个家伙10月29号发了个声明，说不行了，顶不住了，联邦政府的钱没到账，我们没钱了，要暂停运作了。哎呦喂，我一听就乐了哦，这可真的是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呀。咱先看看他们自个儿是咋说的。美国的一家媒体叫政客新闻网的就报道这个事儿。自由亚洲电台发声明说啊，特朗普之前就开始砍他们的预算，那现在这个政府又停摆，新钱是1分钱没见着，为了保住兜里面最后那点钢镚啊，他们决定从这个10月31号起不干了，暂停工作。那这咋暂停呢？他们计划把这个海外的分社都给关了，还有那些打这个3月份起就被迫无薪休假的员工，这回连休假的虚名都没了，直接解雇。那当然了，话不能说死呀，这个自由亚洲还说了这一次是暂时性的，如果这个资金恢复了，我们将重新运作。大伙儿别焦，我们就是暂时歇会儿，等这个金主爸爸打钱了，我们立马回来继续编。你信吗？反正我持保留意见。那最好笑是啥？是他们领导的反应这家电台的执行主编叫罗沙黄，他发了个声明，说自己极为痛苦。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时刻，对那些付出了巨大牺牲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来说太痛苦了。我说罗莎大姐，你痛苦啥呀？你是为那些失去自由新闻的亚洲人民痛苦吗？拉倒吧！你痛苦的是你那帮兄弟的工资发不出来了，还是痛苦自己没法领高薪了，还是痛苦以后没有地方发现你那些编造的不实信息了？咱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你痛苦是因为你的狗粮断了可能有些刚来的朋友还纳闷呢，这个自由亚洲电台是个啥玩意儿听着名字挺高大上自由呢怎么就没钱了？咱今天就扒一扒它的老底儿。这个自由亚洲可不是什么正经的新闻媒体，它是靠谁养活的？美国政府。那具体点它归一个叫美国全球媒体署的机构管，其实说白了就是美国政府的全球宣传部，他手底下管着一大家子呢全都是咱的老熟人。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中东广播网、古巴广播办公室，看这名字起的，哪儿乱他们就往哪儿自由。这一大家子名义上说的可好听了他们宣称的宗旨是啥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推广民主自由。哎呦喂，可别逗了这个美国故事讲的是啥呀？讲的是你们国家不行，你们政府有问题，你们应该学我们，赶紧乱起来。实际上呢，咱心里面是明明白白针对美国的对手国家开展舆论战，在世界各地煽风点火，干涉别国内政，有时甚至鼓吹颜色革命。听见没？煽风点火，干涉内政，颜色革命。这自由亚洲电台就是这堆宣传喉舌里专门冲着咱们中国来的老牌舆论打手。咱再往前倒倒这个自由亚洲电台是咋来的？它最早能追溯到1951年，谁创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没错你没听错，中情局。这个不是咱编的这是人家自己都承认的历史。那打根上它就不是个媒体，它是个情报工具，宣传工具。当然了，那时候它没干长，1955年就停播了，估计是当时觉得没啥用了，或者是效果不好。可是它命硬1996年就复活了。为啥是1996年？咱得看看那个时候发生了啥。苏联刚解体没几年，东欧也巨变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做了一个判断，他觉得这个中国有朝一日也会步苏联和东欧的后尘。你看他们都倒了下一个肯定是中国。那为了实现这个判断呢，他们得下功夫光靠大炮军舰不行了，得攻心，搞和平演变。于是乎，自由亚洲电台就这么顺势复播了。那他复播的目标可明确了就是冲着咱们来的。他公开说自己的目标是向亚洲国家提供准确新闻。但是咱把这层皮给扒了看他的使命就是以新闻自由的名义用媒体的法子煽动颜色革命。它的内容全是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就是针对中国系统性的编造关于咱们的谣言。咱就盘点一下这些年这个自由亚洲电台都干了哪些好事儿。第一个，老生常谈了，涉疆涉藏，这是他们的保留节目是他们的流量密码。只要跟这个新疆西藏有关的，他们准备好事儿。
早在1998年10月，美国国会就在那些境外的东突分裂分子的忽悠下，通过了一个决定，让自由亚洲电台开播维语广播。这下可好，自由亚洲电台直接就成了东突组织的传声筒。你想想，一个由美国政府资助、中情局创办的电台成了恐怖分裂组织的官方发言人。这叫啥？这就叫狼狈为奸啊！他们编造了多少关于新疆的瞎话，什么集中营强迫劳动种族灭绝哎呦喂，那个词儿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吓人。他们就是要把这个水给搅浑，煽动民族仇恨和分裂。这第二个呢，插手别人的家务事。2021年初缅甸咱们的邻居政局突然变了，自由亚洲电台立马就跳出来了，他援引了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公民团体的报告，说有5家中国国企向缅甸军方提供军火。他还企图营造一种假象说中国在背后支持缅甸军方发动政变。这个帽子扣的可真大呀！目的呢太明显了，就是想让缅甸的老百姓恨中国，破坏挑拨中缅友好关系。那当然了，咱们的外交部当时就郑重声明了，网上的那些完全是谣言。还有这第三个，这个事大伙肯定都记得，香港的修例风波。那段时间香港多乱了，这自由亚洲电台在里面扮演了啥角色？谣言制造机，他们炮制了多少瞎话？最有名的那个太子站死了很多人，哎呀不得了了！8月31号那天，太子站地铁打死人了，是警察从后头90度扭断脖子死的。那说的是咬鼻子有眼的呀！当时在香港乃至于在国际上造成了多大的恐慌，多少年轻人被这种谣言一煽动就冲上街头了。结果呢，这个香港警方、医管局、消防处一遍一遍的澄清把这个监控录像都快放烂了，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告诉全世界，太子站831没有死亡个例，一个人都没死。但是这就是舆论战的恶心之处。谣言虽然最后被证明是假的，但是它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它已经把仇恨的种子给种下去了。这就是自由亚洲电台几十年如一日在干的工作。俗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天天干这种缺德事儿，能没个头吗？转折点在哪儿呢？咱还得说回香港。去年3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全票通过，基本法第23条，这个缠绕了香港27年的立法，终于是成功落地了。这把利刃一出鞘那些魑魅魍魉那些妖魔鬼怪立马就吓破胆了。你猜谁的反应最快？又是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就在这个条例通过后没几天自由亚洲电台宣布关闭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我们不干了。香港这个国安条例落地影响到我们运营了，我们的员工好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呀。朋友们，你们仔细品品这叫啥？这叫不打自招。你要是个正经的新闻媒体，你老老实实的采访，实事求是的报道，你怕什么国安条例国安条例保护的就是正当的商业和新闻自由你为啥怕呢？那你怕就是因为这个条例里写的那些罪名，什么叛国、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条条都像是给你量身定制的。那你干的就是这些事你当然怕了呀，所以你赶紧跑路了。所以大伙儿看明白没？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的命运不过是整个反华舆论战失败的一个缩影。他在香港待不下去了因为他干的脏活被法律给堵死了。他现在在美国也不行了，为啥呢？因为这个金主爸爸没钱了呀。美国政府他们内部自己都打成一锅粥了。特朗普早就嚷嚷着要削减这帮媒体署的预算了呀。他觉得这帮人花钱不办事儿，或者说净给他自己捣乱。而现在呢，政府停摆，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已经引发了全球反华媒体的猝死潮。那不仅是这个自由亚洲电台你像这个美国之音，还有那个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那也是个反华急先锋天天靠定制涉疆报告过日子这帮机构都有个共同点，长期依赖外部资助，为抹黑中国而量身定制产品。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金主爸爸出钱，他们出黑稿。那现在呢，这个金主爸爸自己手头紧了，这帮笔杆子自然也就没饭吃了。就在前段时间特朗普说要关闭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这些机构的时候咱们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这个记者会就回应过，对中国媒体的这个报道我不做评论，美国国内政策的调整我也不做评论。但是我想你提到的美国一些媒体在涉华报道的问题上劣迹斑斑，也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啊，今天这个乐子啊，自由亚洲电台啊，因为没钱而暂停运作，他那位主编还极为痛苦，咱老百姓听了就当个相声听。这说明啥呀？说明靠谎言和煽动过日子的媒体啊，终究是走不长的。你编造的东西啊，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呢。更何况啊，你现在连骗人的工资啊都发不出来了，这就叫恶有恶报，时候已到。那你觉得自由亚洲电台是暂时停摆还是永久完蛋呢？咱走着瞧。反正啊，少一个造谣的，这个世界啊，没准还能清静点呢。好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